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ora 啊，非常开心可以过来这边啊。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，这2年呢有了一些变化啊，我创业了啊，做了一个脱口秀俱乐部，叫做 Spicy Comedy 啊，感激大家啊。我也第一次创业嘛，我觉得创业真的太烧钱了。我们剧场呢是开在了新天地啊，可能是上海租金最贵的地方之一。没有演出的时候，我都很想把这个场子给用起来。我侄子生日，我就说姐姐，人一辈子只过一次生日，你要搞个 party 嗨起来，你把侄子、托儿所所有的 homie 都叫过来啊，场地我打折，小朋友们啤酒免费喝。我这个场地租金太贵了，我爸很心疼我，他想表达爱，但我爸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夸张。他想把我们这个剧场推荐给他的朋友，他的话术是这样子的：哎，朋友，我女儿很结棍的，我女儿在新天地啊，搞了块地方。哎呦，我女儿很结棍的，我女儿搞了个什么脱口秀俱乐部哦，对，跟会所差不多地方。哎，我女儿不容易啊，一个小姑娘搞了个娱乐场所。我去看过的，他下面搞了一批人，有男有女。这批人我女儿亲自培训的啊。他最厉害的地方得不啦？他下面还搞了些外国人啊。我女儿一个小姑娘，什么南非人、阿拉伯人，最近还搞了些美国人。朋友们，最近进口关税多高啊？啊！我女儿下这么大血本，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开心募资哦。结果哈，非常开心啊！就我爸真的很关心我，但是呢，我爸有一次来剧场，看到这个票没有卖完，他就很心疼。我们同事跟他开玩笑说：“叔，新天地有很多的外国游客，你能不能把我们的演出推荐给他们，用英文？”我爸说：“哟，我英文不来塞的呀，我一个老年人，不过没关系的。”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啊，我就跑到马路上，我看到外国人我就抓住他，我说 You want happy？ 我爸这个英文真的非常糟糕啊，但我也知道我创业的确是非常的难，因为我这个性格不太适合创业。我这人非常在乎别人的想法，但我见过很多老板，我觉得老板大部分自我感觉都很良好。以前上班的时候呢，被老板知道我兼职做脱口秀了，从此以后每一次客户吃饭都会带上我。项目聊完了，老板就开口了，他说：“王总啊，你看过脱口秀吧？没有对吧？巧了，挪了，站起来。”接下来哦，乐菜上来之前，Nola 就会给我们讲段子，开胃哦。朋友们，你们有在小南国跟苏浙汇的包厢里面讲过脱口秀吗？哇，圆桌旁边坐的就是老板和你的客户，大家穿的都很商务，只有你一个人站着。服务员推开门，以为有一个服务员又出去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还做了一个个人的专场啊，然后我当时很兴奋，提前下班就去剧场准备了。当时100个房间把我给震惊到了，因为坐了70、80个人，就是我的老板跟我的同事。都有个同事还跑过来跟我炫耀，他说 Nola， 这是老板给你的惊喜啊，哈哈，今天你的专场就是我们的团建啊。我第一次演专场，我真的很紧张，我在后台准备，但演的还挺好的，甚至比我平常演的效果还超时了几分钟，因为我要把段子里面每一个我的老板变成我之前那个老板。创业已经这么难了，我还给自己上了个难度啊！我选择跟我的老公一起创业啊！我老公这个人真的是太爱工作了，他有多爱工作呢？就是在我身边，他就会聊工作。哪怕我们去到世界上最好玩的地方迪士尼，他得说：“天哪，老婆，礼拜一都这么多人，还是迪士尼会做生意。”
这样子，明天开始你的海报上就写诺拉贝尔。我们累了一天回到家，躺在床上都准备要睡觉了，他会突然睁开眼说：“我有个想法。”我说：“老公，床上是不能聊想法的，因为聊出来的都是 bad idea。”虽然创业真的很难啊，但在我们的努力下面呢，运营的还可以啊。经常会有非常多家长带他们的孩子来看我们的英文脱口秀，说老师，我1个小时以后来接他。这个时候我都不敢讲话，只有我爸说放心，保证让他 happy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Nora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ora 啊，非常高兴过来这边。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，我现在呢在自己创业。那现在我们公司情况呢就有好有坏啊。忙的时候我给我老公发信息，他很久才会回。现在公司的情况怎么说呢？他会秒回。公司压力真的很大，我觉得自己好像都患上了手机焦虑症，就是我看到消息就想回复。有一次我跟老公生气，因为我刚问他什么时候回家。他没回我消息，先回了家。而且我现在看到微信上那个小红点啊，我也很受不了。我爸给我看我小时候的照片，我很不耐烦，我非常想马上把我额头当中那个红点给抠掉。代沟朋友们，为了借手机呢，我试过很多办法啊。在飞机上没有信号，我想太好了，我可以看10页书。没有，我 P 好了10张照片。终于去年呢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去了一个10天的冥想营，它在东南亚的一个岛上，10天手机要全程上交，不能讲话，只能吃素，也每天都要冥想。其实我呢就想去借手机，我妈问我啊，你为什么要去东南亚啦？我说妈妈，图个清静。我妈说清静，根本你去嘉定呀啊。我说妈妈，冥想就要去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地方。我妈说跟你去王明霞阿姨家呀，啊，王明霞是谁？你看你不认识的呀。好不容易买到机票了，又遇到的新的情况，就是那个飞机啊是早上9点的航班，但是8点呢有台风会登陆浦东机场，别人都退票了，我不退，我硬飞。我想万一呢？万一该飞的时候，机场正好在台风眼里。不就可以飞了？我老公知道我要去机场啊，说了一句预言我未来的话。他说：“老婆，你真勇。”终于到了冥想营，我的身体变得很奇怪。工作人员让我交手机，我的手往前伸，人在往后退。我没想到这手机啊有后坐力。那一刻，我甚至感觉我交出去的不是手机。是我的肺，因为我都快不能呼吸了。工作人员很同情地看着我，点点头。我走到角落，叹了口气，掏出另外一部手机。谁没有2个肺呢？在被警告要被赶出去之后呢，我真的过上了没有手机的生活。不得不说，戒断反应很严重。第1天晚上是这样睡觉的。第2天、第3天，我的室友退出了。他说他的室友有羊癫疯。白天冥想的时候，周围都很安静，但我脑子里面一直在自言自语：10天不看手机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？3体人会攻打地球吗？可能会。马斯克和特朗普还是好兄弟吗？可能不会。拉布布会涨价吗？肯定会。我为什么要来借手机啊？难得休假，我应该在别墅里面唱 K。我好想吃银龙鱼，我在脑中研墨下笔下4个大字，我说还我手机。朋友们，没有手机只能冥想，这个过程很痛苦，我也想过要放弃，身边有很多人退出，但我还是坚持到了最后，因为中途我悟了，冥想营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冥想吗？不是赢。
冥想营都结束之后呢，我也没有马上去拿手机啊，我找到了主办方，我说谢谢你们，这10天我放下了手机，放下了焦虑。最后想问一下啊，证书哪里拿？他们说没有证书，我当时就急了，我说没有证书，这怎么证明我放下了呢？我感觉我一下子又拿起来了。我拿起手机，果然看到很多消息，很多朋友呢都很担心我，连发好几条，说怎么了？给你打电话关机，要帮你报警吗？3条之后就没了下文。我感觉我放下了手机，而他把我放在了回忆里。工作群里面呢也很太平，10天没有回消息，居然完全没有耽误。看到这里，我更焦虑了。我马上开始回复所有的群聊，直到682个红点都没有了，我才感觉到这10天从来没有感觉到的平静。那一刻我发现啊，我可能就是喜欢这种忙碌的感觉。会焦虑是因为我内心很羡慕那种非常松弛的朋友，但也许 love and peace 就是接受自己、爱自己的状态，内心才会 peace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也不会去冥想营了，我最多只会去王明霞阿姨家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Nora。大家好，我叫夏夏。我今年34岁了，就这个年纪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啊。我知道，看着还打扮得比较可爱。34岁了，我也是刚结婚不久。虽然我在一个成熟的年龄结婚，但是我还是对很多婚姻的规则不太理解。就比如说结婚之后要改口，就是我从此以后要叫我对象的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呢？我做不到，我才刚认识他们呀。我跟我亲妈都是在我跟他认识1年之后啊，才开始叫他妈妈。刚认识呀，我们平时怎么对待刚认识的人呢？啊，礼貌的对待他，对吧？无法想象我见到我婆婆，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：“妈妈，您好。”总听我老公提起您。朋友们，我也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啊，穿着白色的婚纱在草坪上跑来跑去。但你们知道，当一个普通女孩去到一个山东普通小城市的普通婚纱店，我只能见到最常见的那种重工婚纱。重工婚纱就一个特点，就是重。我刚开始还问那个卖婚纱的大姐，我说这个能有多重啊？那个大姐说也就20多公斤吧。20多公斤，这可是飞机托运的极限呀。试穿啊，朋友们，需要2个大姐合力把婚纱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婚纱不用人扶，她可以自己站在那儿独立婚纱。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啊，呀迷糊了，脸色铁青，我开始缺氧。朋友们，我住过2年的地下室啊，我都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，我是一口气都抓不上来啊。那玩意儿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圆锥形，上面留一个洞，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坟。我妈看我脸色不对，还在旁边劝我：“宝贝，啊，结婚可是你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。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，你就忍一忍啊。这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啊？忍忍得幸福。”还有一套衣服啊，叫做绣荷，大家听说过吧？结婚的时候要穿。它是一套传统的中式的服装。我后来也了解过这个绣荷的来源啊，它来源于2001年周迅的一部电视剧《橘子红了》，然后里边的主角绣荷穿了一套漂亮的婚服，然后大家开始模仿，这是它真实的历史啊。但是当时婚纱店的大姐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她跟我说，在我们山东穿绣荷结婚啊，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。在古代呀，
只有正房结婚才能穿秀禾的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是正房啊，就我高低得来一套吧。我过了很久之后，我才发现我被骗了，朋友们。我有一天刷短视频啊，我刷到橘子红了，我才发现里边那个秀禾啊，是个三太太啊。还有一套衣服叫做敬酒服，就结婚太麻烦了，要换好多套衣服。我不明白啊，就是我在敬酒的时候，我竟然要专门回去换一套衣服，然后出来给大家敬酒，太复杂了。我小时候看《水浒传》，里边的人敬酒都是不穿衣服的。我吐槽一下我老家那场回门宴吧，我妈太重视这场婚礼了，就她甚至给自己也准备了一套敬酒服啊。人家是真没白准备啊。所有人来的时候说恭喜都是跟他说，所有人敬酒都是找他敬，照片拍出来全部都是她和她的闺蜜，我全程跟在她后边给她拿手机啊。她那天太开心了，就是她见到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一遍，今天呀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了。就我在告诉我妈，我说妈妈，你要为自己而活呀。就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仪式。我说妈妈，如果你认为这个仪式很重要，那你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，应该是你自己结婚的那一天啊。然后我妈陷入了沉思。我结婚的那一天，我结婚的那一天，是你外婆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啊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蒙恩，终于回来上节目了，太帅了！谢谢，就等这句话，谢谢。真的，不然我现在每天打开小某书，他在那儿给我推荐，猜你想搜，杨蒙恩去哪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人一旦从网上消失了之后，别人就会觉得你出了什么问题。我还收到那网友啊发私信关心我说，蒙恩。看你好久没有发微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？我是再见爱人导演组的导演，有没有兴趣？我说 OK。朋友们，我这2年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真的没有任何事。我这2年一直在准备出国留学。我去年1整年我都在学英语，然后考了托福，然后年底成功报考了纽约大学电影系的研究生，厉害吧，厉害吧？但是我没考上，我没考上，给我干懵了，知道吗？他们跟我说我分不够，我说我以为明星上大学不要分啊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不是明星啊。知道我面试的时候，我还跟他们假装谦虚呢。我想说我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。我说 I'm a little famous。下来一复盘，果然英语没写好。英语里面little 是有一点 ，little 是几乎一点都没有。哎，我还跟人要奖学金呢，我奖学金我也不会说。I want you give me money. Give me money. I need money. I need money. 我这个面试总结下来就4个字儿：敲诈勒索。人那边也纳闷呢，说：“哎，今天面试一小伙子，一点名气都没有，还跟我说觉得自己巨牛。”我当时就不应该跟这些老外谦虚。我看 I'm little, I'm superstar, icon, influencer, 爱奇艺 SVIP 会员，是吧？只要我愿意为这个面试结果，我可以抢先看。我跟你说，我也就在现场这样讲，知道吧？这个段子能播了以后，你们看吧，那些 VIP 们呢，肯定在那发弹幕呢，什么 famous 是形容词，不能跟在 a little 的后面。就你们英语好的，就你们英语好，他急了，我就是急了。我刚跟弹幕吵了个架，不好意思。我就是喜欢把事儿想太美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说实话，
我当时退圈的时候，我都想好怎么复出了。我就想，我沉浸2年之后，在微博突然发一条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然后我就云淡风轻的3个字：纽约见。到时候，纽约大学3大校友，泰勒·斯威夫特、李安、杨蒙恩，我都差点给李安发私信。我说学长，咱们学校在哪儿买脸盆呀？我对我的自己的认知产生了非常大的偏差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能达到的效果就是那种厚积薄发、带着梦想冲出枷锁的大龄留子。但实际上的我就那种每年高考里面新人文人物，是吧？6旬老汉第18次参加高考，喜得176分。最后大家佩服我，都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耀眼的成绩，大家就是纯惊叹，这老登还有气儿学呢。当初还有人给我建议，就说你直播呀，你记录考研过程肯定有流量。我就是怕打脸，我就是怕我在每天直播奋斗考研背单词，然后第2天回来，请问脱口秀大会在哪儿报名啊？其实这个我考研失败的段子，在我决定考研第1天的时候我就想好了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回来了，但节目不在了。我真的回来以后，我朋友们跟我吃饭呢，聊的都是我熟悉的人和事儿，但用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词儿。现在主要俩节目，一个拖沓，一个喜单。我说拖沓喜单啊，这俩节目一个鹅的，一个桃的。我说，鹅的桃的。我努力听懂他们说话的样子，就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。我跟他们说的话也像刚放出来的。他们说：“蒙恩，你到底上哪个？”我说：“少废话，这2个哪个来钱快啊？”I need money。然后他们给我讲这2年行业有多激烈，对吧？有人塌房了，有人聊粉丝被爆了，有人被女友锤了，然后女性主义脱口秀遍地开花了。我听起来就感觉脱口秀这2年的发展好像就是女演员一直在上桌，男演员一直在上炕。真的，之前还有网友给我发私信说：“蒙恩，我觉得现在有些女脱口秀演员硬上价值，你能不能出来吐槽吐槽这个事儿呀？”我说：“你让我吐槽什么呀？你先把那些男演员从炕上拽下来呀！”这个没有影射同行的意思，就是真的是这样的。然后杨丽还问我说：“杨哥，这2年你发生的事儿，你就一点儿也不知道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呀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为了学英语，我关了朋友圈，我卸载了微博，然后一切社交软件我都远离，避免打扰。”他听完之后，他都惊呆了。他说：“天哪，就这都没考上吗？”但是我拿到了另一所大学的 offer， 我还是有学上，然后我今年还是决定出去上学。然后他们问我为啥一定要出国，我说我想主持奥斯卡，我想把脱口秀带到国外。王建国说脱口秀不就是我们带回国内的吗？然后说这玩意儿带回来才几年，你又往出带，你没事你当脱口秀干啥？咋的了？语言类节目不加关税啊？然后我在开放麦突然练的，就是双方谈妥了。我说打这么半天，把我段子给我打飞了，是吧？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大象冰箱理论，就是不管你想干什么事儿，别多想，你只计划3步：学英语、去美国、主持奥斯卡，就是这样的。别听那些有逻辑的跟你说，哎，这不可能，怎么样。我说把大象放冰箱里需要3步，他跟你说哪有那么大冰箱呀？这需要多少电荷呀？他觉得他自己有逻辑，但他也不想想我去哪儿找大象啊？
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你实现梦想才是成功，但我自己觉得就是，当我去追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成功了。虽然最后没有成为李安导演的校友，还是有些遗憾。但是，李安导演你放心，以后我去纽约买脸盆，我指定还找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蒙恩。好，那我们来了，后边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英典。这2年呢，我去国外上学了，每天都在吃白人饭。蒙恩呐，兄弟啊，你还有3个月就走了，咱现在就该吃点啥吃点啥吧。哎呀，我最近回上海发现，上海也开始流行吃白人饭了。我去吃了，不是很正宗，因为太好吃了。就国外那个正宗的白人饭，没有调料，没有味道，没有活下去的必要。白人饭的菜，那是真生吃啊，生芹菜、生西兰花、生菜花，吃到后面你都不用自己物化自己，这就是纯牛马。就这菜，他们不炒，也不焯，就让你蘸酸奶吃。吃了1分钟我就懂了，酸奶在这里面主要起到一种送福的作用。唯一不生吃的菜是豆角。咋不能生吃呢？吃死多好呀！死了我在黄泉路上，孟婆还能给我喝一口热汤，也是过上了一种向往的生活。就这午饭你吃完你都根本不用午休，因为血糖根本上不来。你想吃点热乎的，只能靠自己上火。就真的很想问他们，我说普罗米修斯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我说普罗米修斯当年为了把火种带给人间，被宙斯绑在山上，每天忍受着风吹日晒和秃鹫的啄食，然后你们就吃这个。我说那普罗米修斯他自己晒得久一点，秃鹫吃的都比你们热乎。我要是普罗米修斯，我看到白人吃这些东西，我真的会很生气的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早知道我带什么火呀？是不是我给你们自由过了火？早说我带点酸奶下来不就完了吗？哇！但是后来我确实就开始自己做饭了，为了活下去，也为了吃口热乎的。朋友们，中餐是真好吃啊，但做中餐真的好费时间呀！我要做一顿午饭。我得洗切煮炒炖吃，洗，因为第一个洗是洗菜，第二个洗是洗锅碗瓢盆菜碗和灶台等，好不容易收拾完了，我坐在那，该做晚饭了。根本没有时间忙自己的事业，还有爱好。我朋友问我说：“英宁，你现在在国外上学还是上班？”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说在家上菜。现在主要在西方展示一些新东方。但确实我实话实说，那一段密集做饭的时间，天天做，顿顿做，我一下就理解了我那个老母亲。就我印象中，她年轻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焦虑。我现在理解了，因为她活真的太多了，她要下班赶紧马上回家上班，因为家里不仅有家务，家里还有2个废物。我和我爸每天不干活，哇，特别的快乐，快乐的像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样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主题曲怎么唱？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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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拉了能有1分多钟，都没提他妈一句。
我不知道，还以为讲的是一个单亲爸爸的故事。我点进去一看，我的妈呀，有妈呀，叫围裙妈妈。我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，我说妈妈怎么了？妈妈是没有头吗？我说你大头小头后面至少接个烫头吧。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遍这个动画片儿，没想到这么恐怖，推荐给大家。午夜梦回的时候，你就点开一集。这个动画片一共151集，有一集叫《围裙妈妈的节日》，重点推荐。那一集是这么演的：大头儿子睁眼醒来，说：“今天是3·8妇女节，是妈妈的节日，我们就让妈妈休息1天吧。”哇，大头儿子说这话真是让人头大。365天就休息1天，要我说9960007算啥呀？你试试这个355。后来发现我还算错了，休息10天才是355。我说难怪只有那父子俩有头呢，原来妈妈这日子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。妈妈甚至都没有一个病假啊！有一集围裙妈妈在家做饭累到晕倒，父子俩赶紧跑过来关心说：“围裙妈妈，你可不要死啊，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呢。”我一个字都没有篡改过，我说：“所以妈妈不是不能死，是只能饭后死。我要是围裙妈妈，我就做顿生豆角，大家一起死。”但我还是要为小头爸爸证明一下啊，他是个好男人。做过一顿饭，就在3·8妇女节那天，给妈妈做了4道菜，分别是红烧芋头、生拌黄瓜、白糖拌姜片儿，已经很荒谬了，对吧？第4道菜更绝，叫紫色卷心菜。连做饭的动词都没有了。我要是围裙妈妈，我肯定会很难过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我把你当家里人，你把我当外国人。你给我做4道白人饭，白糖拌姜片啊，朋友们，白人都不这么吃啊。比白人饭还难吃的饭，就是这份男人饭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印尼。哎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数。最近歌手挺火的哈，我前段时间也去歌手了啊，我割的是右手，在做饭的时候，不小心割伤了右手的大拇指啊，当时流了很多血，就赶紧缠上纱布跑到医院。但是在急诊里，如果你伤的只是一根大拇指的话，你会看起来很像是在幸灾乐祸。真的，那里面有很多打着石膏的、坐着轮椅的从我旁边经过，我就在那儿。50步战100步啊，真的是。去挂号的时候血还没有止住，而我这个人呢，在受伤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容易撒娇啊。我当时就想，能不能先去看了再来挂啊？就在那跟护士讨价还价啊。我们俩就像那种玩具店橱窗门口的母子。我让我先去看看，让我看看吧，让我看看吧。然后他就不耐烦了，一句话让我老实了，他那你去吧。你看他让不让你看？排队很慢啊，但问诊的效率很高。那医生当时就看了一眼，就说：“哦，你这个呀，我处理不了。你去那哪儿能帮你缝一下。”然后就把号给我退了，把号给我退了。我就说先看再挂号嘛，没人听。然后就只能又打车又排队又挂号，晚高峰真的非常的堵，我的血管也非常的通畅。
到时候我说医生，我这个手指割伤了，上一家医院说他缝不了，让我来这儿。医生说啊，哦，那我应该也缝不了。他当时连看都没有看，直接就说他缝不了。我当时直接就忍不住开始鼓励他。我说他缝不了，你就缝不了了吗？他说你缝得了，我也觉得你缝得了，你试一试呢，你试一试，没有关系的。那医生也非常不知所措，活了几十年没有经受过这种鼓励式教育。但最后还是勉强的答应，接过我的那个手指啊，拆开那个纱布。我把号给你退了，我真不会。然后他开始拿着我的拇指开始给我解释为什么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这个手指上的伤口啊，现在已经分开了，你看到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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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”我说：“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别弄了，你再这么弄，下一家也缝不了了。”我当时就心想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跑了2家医院都没能缝上？哎呦，我这个手可真是生不逢时。而且2家都是挺好的医院啊，都是挺好的医院。我就想起网上之前流传那句话，叫什么“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”。很多人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都会说啊，我被治愈了，我被治愈了。我没被治愈，我被拒诊了。我当时看到那个科室里摆了一些书啊，我就在想啊，我现在自己开始学医，我来不来得及啊？来不来得及？来不及，因为看书没办法翻页啊。然后接下来又是同样的环节，开始给我介绍下一家医院。我那天晚上我看了一个，给我推荐下一个；看了一个，给我推荐下一个，在这猜我喜欢呢。我当时就看着自己的手，我说，这是一根大拇指吗？这不就是一根接力棒吗？流着血一个一个往下传，4×100 cc 接力。上车的时候我都想跟师傅说，我师傅开快点啊，最后一棒了。到了第3家医院就真的很不一样，非常专业啊，一点都不草台。刚进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，尤其那个保安最不草台，不让我进去。因为我当时着急啊，我走了近道。他说必须原路返回，走安检通道啊！我说安检通道，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伤害谁呀？对吧？我知道安检通道是为了检查一些管制刀具，对吧？管制刀具，我不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刀具才来看其实。还要检查，对吧？还要检查，对吧？然后，但是医生的确比较专业啊，医生非常专业，给我提供了2套治疗方案。第一套是手术缝针住院，第2套是回家自己愈合。我说啊，第2套是什么？我夜里在高架上跑了一圈。第1家医院说第2家能缝，第2家说他缝不了，第2家医院说第3家能缝，第3家说不用缝。我说你们要不先开个会呢，对吧？是怎么得出这种截然不同的结论？医学生的教材也分人教版和苏教版吗？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不缝的话会怎么样？他说不缝的话呀，伤口就会长好。我说啊，多新鲜啊，对吧？然后我就又问他，我说这个缝了的话会怎么样？他说缝了的话，伤口就能长得很漂亮。我说很漂亮，是要给我缝一朵花吗？到时候我就是一手玫瑰。而且我不知道我手上的伤口长得很漂亮有什么用啊？然后以后跟人发生争执了之后，我直接扇他一巴掌，他说哦，漂亮，是吧？然后我就又问他，我说那不缝的话有多大概率能长好？他说大概80%吧。哎，我一听，我说那是不是差不多就是一进就能长好啊？他说不是，还是有20%的概率长不好啊。20%是什么概念啊？20%是什么概念？就是1/5。1/5是什么概念啊？1/5什么概念？他一直在考我，考我约分呢，在这儿。然
后他为了能给我讲明白，还给我举例子，举的例子也非常的有针对性。他说1/5呀，就是你一只手啊，其中一根手指受伤的概率，它就是1/5。我说啊，真的要举这么生动的例子吗？但突然被他说的感觉1/5非常大，但接下来一句话，他让我觉得1/5很小。他如果你要手术缝针住院的话，需要1万多块。我1万，远大于1/5。我说不缝了，不缝了，不缝了。但你不缝的话，需要在那个病历上签字确认不做手术。我真的很残忍，杀人诛心啊！就是放弃治疗大拇指的责任书啊。他需要大拇指亲自来签。讲理吧，谢谢大家。